那么在读书之后呢，其实又有一位嘉宾走进了我们的演播室，他是来自果麦文化传媒股份公司的董事长陆金波先生。陆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厅。那这一次来到2025上海书展，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感受呢？和往年相比？上海书展是上海爱书人的盛大集市，你要说新倒也没有，就觉得那个特别的热，特别的热情。特别的热情。是。刚才忘记问您了，您今年是第几次来到上海书展？之前应该有来过吗？首先我身份证上海人呀，我常住上海，所以没数过。我觉得就像那个村里的集市一样，每年都来，所以叫上海书展总共有多少届，我就来过多少届。怎么感觉这个问题没跟嘉宾对过？对过，肯定对过，应该是事先给过的。您是身份证上，因为我查到您跟我是老乡，是河南人。我生在河南，但我2000年就来了上海所以是那个新世纪的第一批沪漂。沪漂，所以那个身份证上海人，新上海人。好的，那其实我们之前了解到，您一开始也是咱们算是第一代中国的网络文学作家，后面您成功转型了出版人。想问一下您当中的这个转变的历程，有没有一个契机，或者是当时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做出了这个改变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才华。他老有这种细节，你直接问，你不用说我想问一个什么，你就直接问，而且一下子显得它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对话。没错。陆老师，其实您非常自谦，因为您的书我觉得还是蛮有特色的。然后像作为出版人，我觉得您挑人的眼光真的是可以用又准又毒来形容。因为像很多大热的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作家其实都是由您来挑选出来，并且出版了我们非常畅销的一些畅销书。想问一下，您挑选作家或者是挑选一些书籍，有没有您自己的一套逻辑，或者是挑选标准？这个要使劲的挑。他的话有点绕，对，也很绕，只给就好了。我们这个标准或者叫方法论，后来都变成了我们的价值观叫相信且喜欢。出版呢，我觉得还是一个价值投资，所以一定要有那个价值判断。第二层呢，就是毕竟出版还是一个葱酱生意我觉得也不能够那么纯理性，所以我们第二个维度呢就叫喜欢叫说1000道1万就是架不住你自己喜欢，所以我们挑书的标准还一定要是那种文笔优美的，然后那个就是乐观的、积极的就是说让我们喜欢，好吧？相信且喜欢。那想问一下，在不同的咱们现在这媒介时代之下，是不是会创造或者说造就出不同的作家呢？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个问题设计得很好。我完全是同意的。你想，我入行的时候，最顶级的作家还是白岩松，对，包括杨澜。那后来呢，就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就说我们那代人，然后再往后呢，博客，然后再到微博，再到微信公号。那今天呢是短视频的时代，对，文学本身的变化不大，但是文学传播的方式变了。6分钟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我是特别赞同的，就叫做做内容一定要看内容和技术的结合。旁边子泰在默词儿，也就是看媒介本身的变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像您说的，其实还是根据咱们消费者的需求，从根源去出发。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有点超了。跟雨佳说一声，下一趴跟何老师3分钟。开始挑时间，超时超的比较严重，3到4分钟 OK。好的，好，你现在可以打电话进去了。好，然后这一趴的时间是9分钟，跟何平老师压缩到3到4分钟。3到4分钟，好。然后我在什么时候给你嘉宾 Q 出来？我就会邀请，我说我也邀请到了数字部的负责人。他从哪里出呢？从这边。他从这边走过来，我站在这儿会。好。哇，他俩真的是默契啊。待会儿老师您从这边进，对，所以在这边就是稍微带面一下，然后他会邀请您出来，您就走到他身边就可以了，好不好？辛苦你。没事的。那要不从那边开始吧，老师。好，那我们换。快。
那老师，您等一会儿走位，我们就得变一下。那您等会儿从我这边出来，然后咱们一起往那边走，是吧？然后我们能不能稍微带到一下这个数字出版馆？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后面好不好？不好意思，谢谢。好，1号机准备啊。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陆老师今天的访谈，然后希望咱们果麦未来能够一直大卖下去。谢谢。好，谢谢。好，1号机。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当下，读书加数智也成为了新趋势，在本届书展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步入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的序厅，此刻子泰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自由自在的境界，心流。就会感受到书香之中满满的科技感。在世纪出版集团展区的数字出版馆，大家会看到 AI 技术在智能写作、古籍数字化、智慧教育、科学普及等多个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可以在现场体验中感受 AI 技术给出版业带来的变革力量。那我的同事雨佳接下来就将带大家一起体验上海书展中的人工智能场景。现在我们就再来连线雨佳。雨佳你好。你好，子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数字出版板块。那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展出的 AI 展品。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这里的负责人一起去探索一下，在这里面读书和 AI 将会有怎么样的实际运用和结合呢？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数字部的负责人廖老师。廖老师您好，廖老师您好。那今天就让您来带我们一起逛一逛，在这个世纪出版板块里面，究竟有哪一些 AI 产品能够运用到我们实际的写作、出版和研究内容当中，可以吗？好的，好，谢谢。那我们往这边走。那首先第一个是来到了句点写作助手，那它这个写作的是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呢？这个句点的写作助手，我们在这边已经体现了。首先是一个检索，然后它这个检索里面呢，然后有词条的检索，有语义的检索，最重要的是知识合校。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演示。镜头可以推到这边。那刚刚这篇文章呢，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错误。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句点的写作作者他是怎么来做的？因为我们句点写作助手，它里面的语料库非常的完整啊，它采用了我们句点开放平台里面的语料。你看这默契太默契了，完美的搭档。像这条，它就引用了《辞海》第7版，历史地理里面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么一个内容，很清楚的就说明。所以它是有一个知识校对的作用，就是不仅仅在识别了这篇文章之后，能改到基础的标点符号以及一些错字，还能把它的语义和内容的错误也能识别出来。没错，啊，这么厉害，现在3审3校，哇！这个是今年非常亮眼的一款产品。那它的准确率大概有多少？它的准确率目前是超过80%。超过80%，那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据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往5分钟。那其实我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这个数字板块的一个展板，其实是整个区里面的 AI 的一个代表性的内容。那接下来你能不能从理论层面上跟我们再讲一讲，说在我刚看有数据层、模型层、应用层，它是叠加上去的，还是说是一个怎么样的顺序来造成，就是来形成我们的 AI 整个的数据库？这幅图用这个展板是非常有特点，因为整个展馆世纪智慧出版生态，今年的这个主题就是 AI 数字。那么我们看数据层，这个数据层是世纪出版集团最优质的资源。那么我们用这些优质的资源，然后呢，通过大语言模型、文本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啊，混合专家模型、向量模型啊、视觉模型，用这些模型的技术框架去赋能，然后去打造了一个我们的场景的产品。目前总体来看，李雨佳这2轮整体表现得不错，细节到位。接下来就看能否保持住第3轮连线的状态。这个 AI 整个的一个设计以及它的赋能，其实是为我们的纸质阅读增光添彩了。啊，这一定是这样。是。那其实刚刚跟廖老师聊完之后啊，我自己内心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来了 AI 展区，真正的去到我们的电脑上操作，我才知道哦，原来它在我们的生活中离我们是这么近的一个距离。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廖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也希望
望呢，其实AI 跟我们的数字或者跟我们的文字其实是不分开的，它永远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到数字阅读是否会取代文字阅读，我觉得这一句话是不完全正确的。它是一个结合。对，它是一个更好的结合。所以呢，其实虽然现在数字的这个阅读已经非常的盛行了，但大家还是愿意来到我们的上海书展来了解我们的图书，了解我们的文创，了解我们的 AI， 其实也是互相赋能的一个过程。是的。好，那就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好的，子泰。好的，谢谢雨佳，谢谢雨佳再次为我们带来了现场的最新情况。谢谢你。这个临时把时间缩短，对雨佳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我觉得还好，瑕不掩瑜。好。李雨佳目前表现还是可以的，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他最后3分钟连线，需要临时删减，原本问题还要保证主体不变，这是比较有难度的。好，我们就是一直往前走的一个状态啊，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内容。3分钟是吧？好，我们这就是一个很轻松的结尾，然后我们可能结尾就结尾到就是您对于书展未来的一个想法，对。我觉得跟那个嘉宾对结束的那个问题很重要。收不收得住扣子，要不然时间就拉开了。果然。后面连线要准备了啊。让我们再次回到书展的现场，面对更多元的场景，面对数字化的未来，阅读会有怎样的新体验呢？书展将会带来哪些新可能和新期待？下面就让我们再次来连线李雨佳，请她带来书展现场观察。雨佳你好。你好，子泰。现在我和何老师2个人现在已经在这个场馆里面已经逛了2个小时了。是。那何老师，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感觉稍微有点累了，有点累了，是不是内容太丰富了？对，它的整个布展还是很丰富多彩的，既有纯粹的图书，也有新科技，它的一些新发展，还有一些周边产品。庞真可太好了。几年之后再来到这个书展的感觉，您觉得跟之前肯定是有很大的变化？那您觉得，这个变化是从何而来的？出的正派书比过去要多了。是。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在逛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大包小包，甚至拉着行李箱来买书、来买文创。是，因为像书展，我看它这次打折力度也非常强劲，都是5折。所以他们以后可能青年人以后可能就会以上海书展作为他每年一次集中购买图书的时间或者场地。对，因为之前大家可能都是在线上买书，没有这样一个这么大的像集市一样的一个空间和环境。而且你可以做物理性的接触，你可以看，你可以翻，所以它是体验是不一样的。总上来这还行，还行。没出什么岔子，还可以。太紧张了，胃疼。可以收了啊。信息量。从一种物理接触，其实慢慢的就到达了一种心灵和灵魂的碰撞。那老师，您对接下来，比如说明年，我相信您肯定会来这个书展逛一逛、看一看的。那您对于明年的书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明年希望你还在这里做主持。谢谢老师。这是他对书展的期望。可以。如果您来，我一定带您再好好逛一逛明年的书展。好，谢谢老师。最是书香润心田，也最是书香能致远。其实今天的直播现场，我觉得和何老师以及跟各个展位出版社的负责人进行沟通和连线，我真真切实地感受到了上海书展的存在。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而更多的是城市人和文化的一个链接。这个1分钟要严格控制啊，最好。我要结束了，他们。哇，好紧张。而更多的是城市人和文化的一个链接。好的，那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谢谢何老师，好，谢谢子泰，谢谢。好的，这就是现场的情况。谢谢雨佳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现场的观察，感谢你。今天我们和各位网友、观众一起走进了上海书展，体验了这场阅读的嘉年华，城市的文化盛宴。哇，哎呀，首尾。本届书展不仅是出版社、作者和读者的欢乐聚会，更通过各类奇妙的转化和混搭的玩法，为书籍这一精神食粮赋予了更多的味型，也为书香之城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座城市的伟大，不仅在于其经济的繁荣，更在于其精神文化的丰富与深邃。当阅读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时，这座城市就拥有了更强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网友和观众朋友的陪伴。最是书香能致远，墨香盈袖润心田。我们也期待和大家一起再次以书为媒，共享阅读盛会。再见，再见，保持一下啊，3、2、1，好，我切过来2了，正好。不错不错不错，顺利完成。一个字没嫖，耶！一个字都没嫖，完美啊这组！哦，厉害！姿态彻底放掉了是吧？真的很厉害，太有质感了。我太厉害，我要晕倒了。这10分给谁？对，我们得辩论一下。我肯定觉得该给我们。哎呦，还得给分。太好了，我们这盘圆满结束，耶！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耶！老师一整个状况外。何老师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就说了3分钟吗？跟你说有太多突发情况，我都不知道该说啥话。我发现了，但那个话筒转的就特别好，就你很懂我的意思。我天哪，你当时简直是我救命神兵吗？因为我手已经要断了。因为当时那个话筒在镜头里占了一部分位置了，那个摄影师取不到屏幕。太牛了，咱俩的配合简直就是天衣无缝，神机妙算。他俩配合的真好，他俩太厉害了。哇，老师！哎，拥抱一下。老师，我一个字没嫖，老师。啊，挺好挺好。我一个字没嫖呀，老师。老师，我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第一回，你们完成了很多人生的第一回。第一回。来，别跑别跑了。不笑。主要这次尔法没见我。不错，姿态。哎，老师。不错，这手这么凉啊？是因为紧张还是冷啊？这儿紧张啊！哇，真的。你摸他手，你摸他手。哇，这凉成这样。开心了，开心了。可圈可点，可圈可点。好了，侯子东事件，至少播报这个扳回一局了。东事件，老师。啊，这太爽了！好久没有看着，就是心里面对酣畅淋漓，就是完全是在享受这个过程。陶醉了，我们进到内容里去了。我想去上海书展了，我想买那文创了，那14行诗，那可爱的小包都打动我了。他们太有这个能力了，带入进去了。而且你知道这样的直播特别难，因为它是个静态直播，它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它不是一个突发事件的一个新闻类或者一个事件一个活动直播，它是个静态的书展的直播。对，而且他们是2个多小时的直播，他们当时非常发愁，因为找不到足够的内容。你要把所有内容撑满，让观众在看直播的时候不觉得好拖呀，怎么这么长？他们压力非常大，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拍很多的短片。是的，短片拍片时间极其有限。无论如何，你想2个半小时，就我们平时如果真的要做这一场直播的话，我不是算了吗？得有10到12个片子。是的。他们只有2个嘛，他们只来得及2个，而就那么几个人，他们对，而且好像这些词也是他们自己写的哈。岂止，他们是编导、外联，包括现场摆放那个道具，所有的一切，还要维持秩序。啊，现场导演，对，还要计时、Q 时间，多么吓人！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采编播导一体化。刚才的这4个人在最后这个课题当中，有谁让自己印象最深刻？哇，我感觉很难把他们从单个人区分出来，因为他们4个人给我们呈现出来就像一个整体一样，每个人之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同时，又能托举好自己的队友。团魂。我今天有一个看这个的时候有一个感受，就我们平常都会把这个视线关注到人身上，今天我们更多内容是在他们的内容上。对。整个内容的一个展示上，整个新闻的一个展示上，这才说明他们成功了。对，我觉得他们已经很好的就把新闻这个东西的那种趣味性啊、可看性已经做到很高很高的一个程度了。是的，
太厉害了。但同时他们的新闻又很有人味儿，对，因为中间有很多非常有人味儿的表达，这很难。对，特别他们在那个看看新闻上，在 APP 上直播，我觉得就活人感还挺重要的。非常对，子泰的活人感太强了。对，他那个听到那个年薪的时候呢，表情包，对。他脸瞬间变了，他有一个。我觉得这一段会被截下来，然后被二创。我其实我特别感慨是子泰，哎，你们还能想起来他前3期都得0分吗？哇，是，你看他今天的表现，你还能想起来前3期他是0分吗？他是00后组合的一员，我想起来。00后。确实，现在已经完全，他进步太大了。现在已经完全脱胎换骨。就子泰进步确实肉眼可见的进步，这1个月，他来的太值了，真的是来的太值了，都有点羡慕了。因为我跟他是一个小课组的，就是我们从大一那个新闻播报，我们都在一个组里面，然后我也是比较了解他的情况嘛，然后这个月就是突破了，可能是在学校里面1个月这样的学习。是没有办法在1个月之内进步成这个样子的。完全不可能。我特别高兴，你知道，因为子泰让人最担心的，有一天我甚至问他，我说你不会退赛吧？他跟王玉2个人那个最后分数出来，王玉得分，他没有得分。然后在办公室里面，他当时快哭了。我当时别的我都不担心，我说子泰你不会退赛吧？他说不会的。我说你们签了约是吧？我当时真的很怕他，因为他当时那个表情，我就下一步就说哦，那我就不干了。我很怕他退赛。他的抗压能力是挺强的，挺厉害的。我其实能够理解他那种心态，就表面上云淡风轻，但所有压力放在心里的这个人，一个人总有到你承受不住的那个时候呀。每个人都有那个底线，我就怕他当时已经突破他的底线了，很紧张。但我对子泰的感受是，以前你会觉得他是总是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不太放心，但这一次看着他，你的心是完全沉下来的，因为他整个的无论是语态也好，包括他的表情也好，他身上有一股让人信赖的感觉。是的，这一次真的，你看着他就会有那种特别强的那种信赖的感觉，你就会相信他不会出问题的。对，这个感觉好像从他说第一句话，我俩就有那种感受，就你就感觉他这一次不会有任何问题，不会让你替他担心，不会飘，一个字都不会，一个字都不会飘。而且前面就是也拍到了他去练习的那个镜头，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把这个新闻稿，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刻在了自己的内心里面。然后我在听的时候，你就感觉他的表达像那个我们所谓讲的语流啊、重音的那个，就是很自然的落到了最恰当的那个地方，有备无患，对，胸有成竹，游刃有余了。我有一个对雨佳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他采访那个廖老师，那廖老师不是在那个电脑屏幕上演示吗？就他演示这个电脑这个过程，其实对于受众来说是要点理解成本的，因为他讲的是一个技术上的东西，就这个电脑我们怎么东西检索出来。但是当时雨佳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他既没有打断他，但是在他有一个气口的时候，他立刻就说：“我明白了，其实这个功能就是有非常高的校准功能。”他在一个最恰当的时间，就立刻帮观众用清晰的声音传递出了这个环节的重点，所以就让他整个的那个细节的撑起了他完整的链条。所以我觉得雨佳的那个细节会让我作为一个受众来说，觉得非常舒适。这说明他功夫做得非常细，尤其是摆好了3个那个一个一个的文创，然后不断的特写拉开，特写拉开。对，然后给你演示那一段，是不是大家都想上链接？对，都想买。对，而且他那个效果太好了，而且他始终他一开始有一句话说：“您是我的摄像老师吧？”他就锁定了，这是个责任意识。那接下来我的每一句话我要跟您交流，然后说我们镜头往上一点，摇下一点，我们特写一下，就每一个镜头摄像师很清晰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哇，这个能力，我还是想说一下庞征。
真的就是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项目了。但这个孩子，就他不光是六边形战士，他有一个就是现场新闻人特别需要的素质，叫靠谱。对，对。第一，你看靠谱就是眼里有活儿，对吧？他会意识到说，哟。你这个话筒往那儿塞，就是如果摄像拍的话，就会有你的手会在那个镜头前头，是，所以他要去绕后街，然后呢，他要去帮你找说，哎，采访嘉宾呢，然后赶紧给你领到位，是，然后挡着，然后保证摄像能够往后退，就这种眼里有活儿，其实是。就长期独立承担一个工作的时候，他知道每一个细节都会有导致胜败的这个因素。所以他要帮你把所有的份儿都给腻了，就能够把所有的份儿都给腻了的人，在新闻直播团队里，我都想要。哎呦，这个已经完全超出主持人的素质。当然了，这是干过直播配合的人才会去干的那个事情。他的摆位就是我要这件事情成，而不是我主持人一个人成。这特别稀缺的一个好品质。对，太厉害了。全林老师，待会儿领导来了之后，您就抢人。这个动作能激发更多的 offer。这我是真心话，就是如果我还是当年能够发 offer 的那个位置，我早要了。您现在就是也可以公司那个，就我们确定只有一个 offer 吗？哇，太残酷了。不知道啊，但是一旦有人要抢的话，情况就可能。不，我觉得东方台的领导特别有眼光，这么好的孩子只给一个 offer， 您说的对，这么有眼光的那个东方台的领导，这句话一会儿得再说一次。对，这剪下来，待会儿再播一次。对，这个劲儿啊，记住了，待会儿就是要 offer 的时候，咱们就是一顿要，记住了，记住了。各位弹幕凹粉们，觉得这一局谁的胜算更大？哪一组会是本次考核获胜实习生组呢？弹幕上的凹粉可以同步猜一猜。我们上一期的时候做过一个小小的预告，我们提到过安可剧场有一个特别的定制权益，会给我们提供一条线索，放在锦囊当中。安可剧场是腾讯视频为会员用户打造的专属定制权益，想看什么你来定。经过腾讯视频会员用户们的投票，成功的为俊林提供了一条最终预测的线索锦囊，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腾讯视频的会员用户对我们的支持。现在我们把这一条锦囊给到俊林。哦，在这儿啊，来，就在这儿啊，谢谢。我一看啊，我完全没有看，这是为了猜哪个组赢了，对吧？对，青岛组跟上海组看哪边赢。哇，来，俊林为我们揭晓一下锦囊。ALA 什么呀？啊 ，ALA。阿拉，这是什么？这是你们上海阿拉上海人，这是上海的意思。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哦，方言。哦，这上海子阿拉，上海人。哇，这让一个山东人破解了。山东人，你这在上海住了，现在这就这么简单吗？给我补一下，阿拉，哎呀，这是上海话的。怎么我刚刚拿到就是你就把它给破解了？这里面我会一点上海话，如果真的是阿拉的话，阿拉是上海的话里面就是我们阿拉。要不然就阿拉，要不然就是什么名字的缩写。但我觉得智胜分析的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我正准备说，鲁豫老师您是不能提醒我们的，但是刚才肯定不算是一个提醒。对，我顺着智胜讲的嘛。对。智胜没有冲我 wink。阿拉好喜欢你啦，鲁豫老师。收到。
他如果是青岛，应该是啥嘛？啥呀？应该是 AN。安什么意思啊？俺们山东人。来吧，那我们做出猜测吧。上海组、青岛组投票吧。这一轮的话，鲁豫老师就不能参与举手了。我们来举。我们觉得获胜的是上海组的，请举手。那我也可以举一个呀。哦，虽然没有什么用，不影响。稳了。稳了。那么我们加油团推测的获胜组是上海组，成员是侯子泰、杨凌卫、庞征和李雨佳。希望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也给各位弹幕凹粉们一个温馨提示。这一整集都可以呼吸，大家随便呼吸啊！我们支持上海组，我们觉得上海组帮我们点亮最后一盏灯。结果如何？我们 VCR。